兄弟们，援乌战机这件事呢，美国是终于同意了。在4月4号，美国防部宣布将向乌克兰再提供总计2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。在这次援助中呢，终于出现了战机的身影。那么美军呢，究竟会援助乌克兰什么战机？而这次军援将对乌克兰有哪些提升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在视频开头，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美国的26亿的军援都有些什么。美国防部在声明中说，此次向乌克兰提供的26亿美元军事援助中，有5亿美元援助呢将从国防部库存中支取，包括高机动性炮兵火箭系统、防空截击机、弹药等。此外，国防部还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项目向乌克兰提供21亿美元的长期援助，这21亿将用来采购火炮和坦克弹药、雷达等武器装备。看到这里，或许有些朋友会失望啊，怎么是截击机而不是想象中的 F-16呢？大兵个人认为啊，美国援助防空截击机还是有一定原因的。毕竟 F-16再强也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，但眼下受到俄罗斯空袭的影响，使得乌克兰许多地区都难以安全的起降战机，而截击机正是专门用来快速拦截敌方的轰炸机、侦察机、战斗机的。这时又有朋友想问了，美国的首批援助仅有5亿美元，算上海马斯和弹药，又能援乌几架截击机呢？是的，在这次援助的武器中呢，能与截击机相比的就只有海马斯了。但如今乌克兰已经拥有了至少30辆海马斯，给前线的俄军造成不小的压力。但是随着俄军改变战略，将弹药库等高价值目标移动到远离前线的地方，并且分散储存，虽然这导致俄军本就拉胯的补给更加跟不上了，但却使得海马斯的战绩却不再那么耀眼。另外，随着翻江期的到来，也会影响海马斯的高机动作战能力。因此，大兵认为这次援助的武器还是要以截击机为主的，使其成为继海马斯之后的又一款战争利器。那么，美国会援助乌克兰哪一款截击机呢？截击机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战机类型了。广义来说，这类飞机是属于战斗机的一种，但是这种飞机呢和一般的战斗机又有所区别。截击机的主要战术思想突出的是截击，也就是以高空高速的方式快速拦截敌方的轰炸机、侦察机、战斗机等等，而不是以参加争夺制空权的空战为设计方向。所以严格来说，截击机和一般的制空战机是有所差别的。打个比喻，空优战机是战士，而截击机则是刺客。也可以说，空优战机可以进行空中格斗，而截击机的战斗一般都是一击脱离式的。它具有快速反应的特点，不论白天黑夜，接到报警后能立刻起飞，迅速到达指定空域，拦截来袭战机。这个种类的飞机呢，从诞生到消失经历的时间非常短，型号也很少。从冷战至今，全球总共仅服役了只有不到10个型号，而这其中呢，苏联的截击机种类较多。相对而言，美国的专用截击机数量就非常少了，仅有 F-102 和 F-106这2个型号。这是由于苏联在航空技术领域一直落后于美国，所以美国本土在整个冷战期间呢，遭受的轰炸机威胁很小，因此美国的专用截击机数量也稀少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不过数量少、种类少，并不意味着美式截击机的性能差。相反，作为2代截击机的 F-106， 甚至在空战中击落了以格斗著称的 F-16战机。作为美国仅有的2款专用截击机，实际上 F-102 和 F-106 几乎是如出一辙。单从技术上看呢，可以把 F-106 看作是 F-102 的完善版本，也许是更为合适的。这2种飞机都是由康维尔公司研发，其中 F-102 在1953年首飞，1956年入役。F-106 则于1956年首飞，1959年入役。一如 F-102、F-106 呢，也使用了巨大的三角翼无尾布局的设计。无尾大三角翼的气动布局对于战机而言，最大的优势呢是在于可以确保机翼面积，降低翼面载荷的同时，又能够有效地减少飞机的迎风阻力，从而提升飞机的超音速性能。从冷战早期的法国和美国都采用了这种布局设计的战斗机。F-106 战机最快速度可以达到 2.3 马赫，最大起飞重量17350公斤，作战半径在740到920公里。相较于故障频发的 F-102，
三角标枪呢，也被美军称为终极截击机。它在美国空军服役了28年，比同时代的绝大多数飞机都长，而且它还十分稳定。在漫长的服役期间呢 ，F-106创造了美空军史上单发飞机最低事故率的记录。直到1972年，美国才开始逐渐使用 F-15淘汰 F-106。淘汰下来的飞机一部分呢，转交给了国民警卫队和 NASA， 另一部分则被封存。因此，大兵猜测，美国援乌的截击机最有可能的目标就是三角标枪。不过，由于该机呢已经被封存许久了，现在拿出来用，可能还需要不少的时间去改造。而除了百系列战机之外呢，美国其实还有一款战机也可以改装为截击机，它就是 F-15。F-15改装截击机并非空穴来风，在2020年，三菱公司就曾和波音公司联手，对其主力战机 F-15G 进行了升级，使其变成 F-15GSI 日本超级截击机。根据战区网站称 ，F-15GSI 日本超级截击机计划升级98架，相当于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存201架 F-15G 的一半。而 F-15GSI 超级截击机虽然是旧机身上升级的，但核心升级内容呢和美国空军订购的 F-15EX 是类似的，包括雷声公司的 APG-82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和波音公司的 ADCP-2 火控计算机，后者呢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任务计算机了。除此之外，该机呢还将引入 BAE 系统公司的 ANALQ-239 数字化电子战系统。而相较于普通截击机，升级后的 F-15GSI 无论是对空还是对地打击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。和 F-15EX 类似， F-15GSI 预计可以使用大量的复合挂架，搭载至少18枚 AIM-120CD 级别的先进中距空导弹。更值得注意的是 ，F-15GSI 还具备搭载 AGM-158 隐形空地导弹的能力。而波音方面呢，披露的想象图就显示，其机腹中线挂架至少可以挂载1枚，其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，足以威慑俄本土纵深机场等战略目标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美国真的打算援乌改造型的 F-15的话，它的数量可能并不会太多。根据日本资料显示，一架 F-15GSI 的升级费用高达4500万美元，再算上它本身的造价和其配备的武器，这对5亿美元的预算而言，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销。而相较于 F-15，大兵认为美国大概率还是会援助 F-106这种专职截击机。大家在美国防部发表的援助项目中也能看出，在后续的21亿美元的长期援助中，将有一部分会被用于采购雷达。这里的雷达呢，很有可能就是与截击机配合使用的地面引导雷达。在现代防空体系下，指挥截击机执行空中拦截任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作战过程。比如，截击机拦截轰炸机时呢，一般由地面防空警戒雷达尽可能早地发现并识别入侵轰炸机的目标，判断其高度、速度和航向等基本情报，并通报给防空指挥中心。指挥中心分析出最危险的目标，并向相应机场下达截击机起飞命令。处于战备值班状态的截击机立刻起飞，并在地面引导指挥人员的引导下，快速飞向敌方轰炸机。当截击机与目标接近到一定距离时，再利用机载雷达发现和锁定目标，最后利用空导弹、火箭弹将其击落，然后返航着陆，并准备再次出击。整个引导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远距引导和近距引导2个阶段。远距引导就是从截击机起飞就开始了，目的是将截击机引导到目标战机所在的空域附近，使得截击机的机载雷达更容易搜索和捕获到所要拦截的目标。地面雷达在引导飞机的过程中，不断测出目标与截击机的距离、方位角、高低角等各种信息，并根据这种数据采用特定算法进行计算，然后用无线电通讯设备向截击机发送目标飞机的相关飞行状态参数。截击机上的机载设备则将这些地面引导系统传输来的信息、飞行指令等显示给飞行员，通过地面雷达的探测和空情的不断通报，使飞行员能够提前了解敌我态势，并用最短的时间飞抵目标空域。在远距离引导结束后，
截击机的距离和方向基本都可以进入可发现目标的空域内。但是截击机需要的不仅仅是发现目标，而是要在发现目标后做出相应正确的飞行机动，才能进入攻击目标的理想位置。因此，在远距离引导基本结束后，还需要对飞机实施进一步的引导，直到截击机的机载雷达发现目标为止。在这里，目标的发现概率不仅取决于地面引导人员的经验、引导设备的精度以及截击机本身性能等因素，关键的因素呢，还包括机载雷达的搜索探测能力。至于最后接近目标的位置和距离，则需要根据截击机所装备的武器来决定了。在进行机炮或者空火箭弹射击的情况下，一般都是后侧方接近敌轰炸机，这样在攻击后，截击机呢还可以根据攻击结果尽快转弯，从目标后半球再进行修正或者补充攻击。而空导弹的出现，则从根本性的改变了拦截作战最后阶段发起攻击的模式。在战机携带导弹的情况下，只需要根据导弹制导方式的不同来区别对待。早期的红外制导导弹只能从后半球方向进行攻击，因此截击机在接近敌机战机之前一段距离上呢，就要提前转弯来绕到敌机的后方来发射导弹。而雷达制导导弹呢，则不受此限制了，从敌轰炸机的前侧、后侧都可以接近。而乌克兰在获得截击机后呢，就可以直接在空中拦截俄战机，为接下来的反攻打好后勤安全基础，为前线带来更大的保障。不过，相较于空优战机，截击机的主要任务呢，还是保卫重要城镇、战略要地、交通枢纽等不被空袭。而除了截击机之外，美国在这次援助中呢，弹药的数量也不少，包含乌克兰现今使用的各类弹药和后勤设备。在交付的弹药中呢，不仅有各类北约的155毫米标准炮弹、120毫米迫击炮弹、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弹药、25毫米弹药，甚至还有不少数量的苏式弹药，包括120毫米和130毫米炮弹、120毫米火箭弹以及用于高射炮的23毫米炮弹。看起来乌克兰盟友们的苏式弹药库依旧充足。至于后勤装备，则包含用于10辆用来运送重装备的 M107 重型拖车、18辆装备抢修卡车以及重型油料运输车等等。大家可不要小瞧这些非战斗车辆啊，虽然它们看起来确实不如什么豹2坦克、M1坦克之类来的刺激，但真的打起来，这些装备发挥的作用一点不会比坦克小。毕竟在战场上，总有一些坦克会被击伤，若此刻能够及时的运到后方甚至波兰、捷克进行维修，过几天又是一辆随时能投入作战的好坦克。但如果不能及时的后送，就只能任由其在被击伤的位置生锈或者被摧毁，等于实力又少了一块。另外呢，如果一些乌军单位因为缺乏油料无法动弹，可能因此错失战机。此刻一辆油罐车对于这支部队来说呢，无异于是天降甘霖。俄罗斯在本次战争中之所以步履维艰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其之前的军改中片面强调了 BTG 编程内的火力要素，而没有增强更重要的后勤维护能力，使其在战争初期就出现了大量军车因为缺乏油料无法动弹的名场面。重视后勤、重视维修、重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，是北约军队的核心理念。现在美国大举援助弹药和后勤设备，无疑是准备帮助乌克兰夯实大反攻的物质基础。而近期随着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乌军单位在后方集结的视频，这或许可以间接证明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正在部署当中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认为美国会援助乌克兰哪一款截击机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